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你别看这个印度火车上挂满了人，宝莱坞歌我是跳得欢，还老想着赶超中国。最近他在这个国际上可是摊上大事了。话说这个印度自家媒体 The Print 里有个研究员，名字忒长了呀，咱们就叫他老拉吧。这个老拉呀，写了篇文章，那叫一个愁眉苦脸啊，说这个印度以前是啥呀？那是世界的香饽饽呀，这个美国都抢着拉拢，中国也得给几分薄面。可是现在呢，风水轮流转呀，好日子到头了，从这个香饽饽变成了夹心饼干。不，是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哎呦，这话说的可够狠的呀！啥叫香饽饽啊？啥又叫蜂箱里的老鼠？老拉呀还给下了个定义，这个香饽饽原名叫地缘政治甜蜜点，听着就晕乎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好比你是这个村里面手艺最好的木匠，这个东家呢要盖房，这个西家要打家具，都得求着你啥也不用干两家就好吃好喝的供着，好处捞到手软这个小日子美滋滋的那痛苦点就惨了这东家西家因为地界吵了起来，抄家伙要干仗，逼你站队，你帮谁另一家都饶不了你，两头挨揍里外不是人，窝囊老拉就说了这个印度历史上风光了好几次当过好几次这样的香饽饽。这第一次是啥时候呢？就是冷战那会儿这一边呢是这个美国带头的资本主义，另外一边呢是苏联带头的社会主义，两大巨头掰手腕这个地球都得跟着抖三抖印度是老聪明了国父尼赫鲁一嗓子咱搞个不结盟运动，啥意思就是我跟你美国不是一伙的，我跟你苏联也不是一头的，我自己成立一个第三世界大家庭，我当群主。这下可好这个印度立马成了抢手货美国人想可不能让这个印度倒向苏联得拉拢拉拢。于是呢，给点经济援助、技术支持。苏联人也想这个印度块头这么大，要是被这个美国给拉走了，我在这个亚洲可就少了个大帮手也赶紧过来示好，卖武器搞合作。这个印度就这么着，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两头通吃。明明自己当时的国力还很一般，却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刷足了存在感当上了发展中国家的带头大哥这是第一次甜蜜。这第二次呢，到了这个新世纪初2000年之后，苏联没了，中国呢开始嗖的崛起了。美国一看，哎呦喂，这东方又来了个厉害角色怎么办呢？得找个帮手来平衡一下那环顾四周目光又落在这个印度身上。你想10几亿人这个地方也大还是所谓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潜力股于是这个美国就开始对这个印度大献殷勤那真的是要啥给啥，又是给这个先进技术，又是开放军火贸易这总统见面那都是最高规格的礼遇还搞了个四方安全对话，拉上这个日本、澳大利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想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小北约，让这个印度当那个制衡中国的桥头堡。那这个中国这边呢，也不是傻子一看美国这个架势这个心里面门清心想我这邻居关系可不能搞僵了不能把它完全推到美国那边去。所以咱们对这个印度也是笑脸相迎扩大合作，又是邀请他加入这个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又是跟他做生意这个经济上、外交上都是保持着非常务实的接触。你看看这不又是一个完美的甜蜜点吗？这个美国那边给着高科技，中国这边给着大市场，印度呢啥都不用干，就站在中间享受这个两边为了拉拢他而送来的各种礼物。他一方面能继续心安理得的买这个俄罗斯的便宜武器，另外一方面又能享受美欧的技术转移。在这个亚非拉那些穷哥们面前他还能继续扮演南合作的领导者形象。哎呦，这小日子那真是过得比谁都舒服最近一次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战争一打响整个西方世界都急了想说必须把这个俄罗斯给彻底孤立起来。
这个时候啊，又想起了印度，为啥呀？因为这个印度跟俄罗斯啊，那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军队里大部分的家伙事都是俄国货。这个西方国家就想啊，要是能把这个印度给拉过来，让他公开谴责俄罗斯啊，那对这个普京的打击啊可就大了呀。于是乎，这个西方的政要们那真是走马灯似的往这个新德里跑啊，各种许诺啊，各种画大饼啊，就是希望这个印度啊能在关键时刻站对队。听着是不是觉得这个印度这个运气太好了吧？每次都能赶上好时候啊！但是这个老拉说了我们这些甜蜜点啊，没有一个能长久的，而且啊，每次甜蜜过后啊，紧接着来的往往就是痛苦点。你比如说这个冷战的时候，他后来跟这个苏联走得太近，美国就不高兴了呀，疏远了他好多年呀。那上世纪末呢，他经济困难，在这个国际上也没啥声音，就被整个国际体系给冷落了，谁也想不起来他。而现在也就是如今，这个印度再一次走到了一个超级尴尬的位置，大家不再抢着给他送糖了，反而开始对他指指点点，甚至要动手了。为啥会这样呢？这就要说到2020年之后，这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边呢是美国，这个美国人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没耐心了特别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那更是美国优先呀，管你什么战略伙伴你不让我满意，我就直接开干。以前呢，这个奥巴马拜登政府还愿意跟这个印度称兄道弟，喊着民主伙伴的口号哄着他。现在这个美国觉得我哄了你这么多年了你倒好，墙头草当上瘾了是吧？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这事美国带着整个西方制裁俄罗斯，这个印度可倒好，他不仅不谴责还反过来抄底，大量购买俄罗斯打折出售的石油，那赚的是盆满钵满这可把这个美国人给气坏了，觉得我在这儿跟人家打架呢你倒跑过去跟我的对手做生意发战争财，你这朋友没法当了。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对印度已经不是失望了，而是直接开始施加压力，什么惩罚性关税直接给你安排上。以前那种我们是朋友有话好好说的态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另一边中国呢，中国也变了。以前呢，我们可能还担心这个印度彻底倒向美国所以很多事情上愿意多担待一点，多照顾一下他的关切。但是现在这中国也看明白了你印度首鼠两端，想在两边同时占便宜，而且随着咱们自己的这个实力的增强，咱们也越来越不担心所谓的美印结盟了。你爱结盟不结盟，反正对我的实际影响也就那样子。所以在很多战略和经济问题上这个中国也开始更多的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再像以前那样惯着印度了。这下就好了，这个印度傻眼了。以前那套拉着这个中国制衡美国，或者是靠这个美国平衡中国的玩法彻底失灵了为啥呀？因为美国现在觉得你印度爱跟中国走得近就走得近吧，反正你也成不了气候。而中国也觉得你爱跟这个美国结盟就结盟吧，反正你也掀不起大浪。那你说这事儿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怪谁老拉很不客气地指出，你们的总理莫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面上看这个莫迪这几年搞的什么战略自主听着是挺高大上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机会主义就是骑墙总想在中美俄之间玩平衡，谁的好处都想要，谁的责任他都不想担。咱们就拿几个例子来说在这个俄乌问题上他一开始就坚持中立，不谴责俄罗斯，也不参加制裁，闷声发大财，这把这个俄罗斯哄的是挺好，但把这个欧美得罪惨了可过了一阵子，他又跑到这个乌克兰去访问，跟这个泽连斯基亲切握手，拥抱合影说我们印度是热爱和平的，支持乌克兰人民。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就好比你邻居两口子打架，你先是跑去跟这个男的说，哥们儿我挺你，你媳妇儿就是不对。回头呢，你又跑去跟这个女的说，哎呦妹子你别哭我支持你，你老公太过分了。你说最后这俩人和好了会怎么看你那肯定是觉得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两面三刀在跟美国的关系上也是美国拉他搞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是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事盟友，在这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这个南海、台海这些问题上能出点力，承担点责任。
结果这个印度呢，参加会议很积极，口号呢也喊得很响，但是一到真正要干活的时候啊，就往后缩啊，既不愿意把自己的军事指挥权跟美国深度绑定，也不愿意在关键安全问题上明确表态。这美国人心里想的是，我把你当成亲密的战友啊，你却只拿我当冤大头。这种长期的骑墙姿态啊，慢慢的就把美国的耐心给耗尽了。美国对这个印度的定位啊，也从奥巴马、拜登时期的民主大家庭的好伙伴啊，变成了特朗普口中的抢了我们工作的经济对手。这更关键的是啊，这个莫迪政府这几年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呀，对内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那天天是喊着印度制造要成为世界工厂，结果呢？那喊了这么多年啊，连个像样的产业链都没建立起来。咱们现在用的手机哪个牌子啊敢说自己是纯印度制造啊？你打开一看啊，这个核心零件还得从中国进口。军事上也是啊，天天说要武器国产化啊，要强军，结果呢，军队是号称世界第4，一看这个手里的家伙事儿啊，还是个万国牌，主要还是得靠买这个俄罗斯的，自己的国产航母啊，造了10几年才下水啊，国产战机呢，飞着飞着就往下掉。哎，你想想啊，你跟国际社会吹了这么大个牛啊，说我印度即将崛起，结果大家等了20年哦，发现你还在这个原地踏步。那这种期望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让那些曾经对你抱有幻想的大国，自然也就不愿意再给你超规格的待遇和战略耐心了。人家会觉得你还上不了大人那桌，跟你玩啊没意思。当然了啊，这口大黑锅全扣在莫迪一个人头上嘛，啊也是有点冤枉他，因为在他任上，这个印度确实他是有点进步的，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印度这个香饽饽的地位啊，迟早是要丢的。为啥呀？因为他这个地位本身就不是靠自己挣来的，而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预期上的。这就好比炒股啊，大家为啥愿意买你这只股票啊？不是因为啊你现在值这个钱，而是因为大家预期你将来会涨到那个钱。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美国为啥对这个印度这么好？就是因为他判断啊，印度呢会像中国一样迅速崛起，成为下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可以用来替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投资。但是呢，这个预期啊落空了。20多年都过去了啊，这个印度啊，虽然这个经济也在增长，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中国那样的完整工业体系，也没有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安全问题上也根本扮演不了美国所期望的那个角色。当这个资本家发现啊，我投了20年的股票啊，不但没长成参天大树啊，还成了一棵歪脖子树，那他会怎么办？当然是撤资了。大国的战略耐性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而且不光是这个印度自身的问题啊，整个世界的大气候也变了。现在是什么年代啊？是中美激烈对抗的时代，是俄乌战争撕裂欧洲的时代，是全球阵营化、集团化越来越明显的时代。这就好比啊，以前大家都在一个大池塘里和和气气的摸鱼，哎，你可以一会儿游到这个东边，一会儿呢游到这个西边，谁也管不着你啊。可是现在呢，池塘中间拉起了一张大网，这两边的人啊都在用力啊往自己这边拽，你这个在中间晃悠的鱼啊，就成了最碍事的那个。当这个战略摊牌啊成了最常态的时候，那种模糊的不清不楚的中间地带啊，必然会被挤压。你还想站在这个墙头上又当又立，既想要 A 的好处呢，又不想得罪 B， 那已经是不可能了。所有人都要求你亮明身份，选边站队。印度的问题就在于，他在整个世界体系大洗牌的时候啊，既没有积极的去适应这个新趋势，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向任何一方展现出自己靠得住的行动力。结果就是中国这边觉得你跟这个美国眉来眼去，信不过你；西方那边又觉得你跟这个俄罗斯勾勾搭搭，耐心耗尽。其实说白了，甜蜜点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特殊产物，只有在大国之间还存在着模糊的博弈空间，大家还不想彻底撕破脸的时候哎，你这个中间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啊！一旦进入这种硬碰硬、刺刀见红的对抗周期你这个游走在中间的人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所以绕了这么大一圈咱们再回到开头。
这个印度为啥从这个香饽饽变成了蜂箱里的老鼠？归根结底是他没有在新一轮的世界格局里找准自己的位置，还在用这个老一套的过时的思维来应对一个全新的残酷的局面。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到处拉关系搞暧昧的时代了。你看这个美国正在重新打造一个由他说了算、可控的盟友体系。他现在要的就是听话的、靠得住的小弟，不再愿意去下注那些不确定的潜力股。你看中国在推进自己的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更愿意跟那些真正和我们志同道合、那真心实意搞合作的国家交朋友。就连这个俄罗斯因为战争的压力，也更加看重那些在这个危难时刻明确支持他的朋友的战略价值。在这种格局下你这个模糊角色就成了异类成了大家都不待见的人。这印度呢，还沉浸在我是世界大国你们都来争抢我的幻想里，实际上呢，已经快要变成一个被两头挤压的孤立者了。所以说印度现在这个处境看着就挺难受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求人不如求己你自己没有练出金刚钻，就别指望别人把你当瓷器活来捧着。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